这回是现今知名度最高、人气最火爆的恐龙霸王龙。相信大部分人一提到恐龙这两个字儿，第一印象都是它。无论是如同杀戮机器一般的血盆大口，还是被无数空想特摄怪兽作为原型的整体外貌，它的各方各面都堪称古代沧桑与未来科幻的完美结合呀，让全球广大智人群体深度着迷，是不可自拔。咱们今天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位很多恐龙爱好者的梦中情龙，地球历史上陆生最强英雄，传奇恐龙霸王龙。大家好啊，我是戴红。这么俗称的霸王龙啊，更标准的名称是暴龙，学名里的属名来自于古希腊语，意思是暴君蜥蜴。最出名的模式种叫雷克斯暴龙，这个种名是拉丁语里的国王拼在一起变成大名鼎鼎的暴君蜥蜴之王，简称霸王龙。霸王龙存活在距今6900万到66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马斯特里赫特期，刚好卡在白垩纪大灭绝前夕，属于地球最后一批巨型飞鸟恐龙。而其他末世老龙们共同为这段漫长的属于飞鸟恐龙的地球传奇故事画上了浓重的句号，真可谓恐龙浩尽英雄气，鹅公尽是鼠辈出呀。暴龙超科最原始的祖先是头顶长着醒目冠式的圆角鼻龙类，在几千万年的演化迭代里，慢慢演化出了非常独特的骨骼特征，骨盆结构持续特化，前肢是一年比一年缩短，头骨也不断加固强化。等到白垩纪晚期，曾经统治大陆的老牌巨型肉食恐龙们逐渐随着版本的更新继了暴龙家族，顺势抓住生态空位崛起，一步步登顶了陆地霸主的宝座，变成了空前绝后的究极体超神级陆地英雄。根据主流学界的推演，霸王龙的远古祖先起源于亚洲大陆，之后迁徙跨过独路桥，抵达了北美，在全新的生存环境里持续演化，最终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雷克斯霸王龙。北美出土的零散化石还补充了关键线索。霸王龙完整演化脉络最早能追溯到7500万年前的坎潘期，比早年科研界预估的演化时间线还要久远不少呀。根据系统发育谱系研究，生活在亚洲的勇士特暴龙是和霸王龙血缘最近的姊妹物种。关于霸王龙属的物种划分，一直是古生物圈常年吵架的热门话题。在2022年，有科研团队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传统认知里的雷克斯霸王龙并非是单一物种，而是能够拆分成雷克斯霸王龙、帝王霸王龙、女王霸王龙3种独立霸王龙。划分标准基本是以股骨粗细、体型胖瘦、下颌门齿数量等这几点来区分。但这篇论文刚发布不久，直接被布鲁萨特、卡尔、霍尔茨、奥康纳等好几位古生物学家是公开反驳呀。大家普遍认为这些骨骼细微的差别只是恐龙正常个体的差异根本达不到划分新物种的标准。所以这个3分物种假说到现在也没有获得期刊和机构采信。2024年新定名的麦克雷霸王龙争议程度同样是很高化石出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成年个体体型和雷克斯霸王龙是不相上下，生存年代也高度重叠，骨骼特征同时掺了同属暴龙科但并非暴龙属的特暴龙和诸城暴龙2类恐龙的特点。但2025年连续多项跟进研究质疑了该物种的有效性，它所有所谓专属鉴别特征全部落在了普通雷克斯霸王龙的个体变异区间里，第一层定年数据误差也很大大概率算不上全新有效物种。所有分类争议里出圈度最高的还得是矮暴龙。早年科学家们挖到了一批小型暴龙头骨化石，直接命名其为矮暴龙，认定这是一种体型迷你的独立暴龙种类。但随着简、巴基等多具完整幼年霸王龙化石陆续出土，主流学界直接推翻了这个结论，证实这个所谓矮暴龙其实是霸王龙小的时候。不过2025年又有学者拿着一具完整的名为血腥玛丽的暴龙骨架重新提出了异议，坚称矮暴龙是真实存在的独立属。这套说法目前圈内正反观点对半分，暂时没有统一定论。作为白垩纪晚期陆地顶级掠食者，霸王龙的栖息活动范围是相当广阔呀。在6000多万年前，如今北美西部整片区域是一座名叫拉纳米迪亚的孤岛大陆，这里正是霸王龙的快乐老家。它的化石出土跨度是大到离谱，北起加拿大南部，一路向南贯穿美国蒙大拿、怀俄明、内华达这些经典化石产区，一直延伸到了西南部犹他、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州等地。在墨西哥的索诺拉州也挖出过疑似霸王龙的牙齿化石。不同化石产地的不
土环境差距极大呀。地域西组、兰斯组地层是湿润近海沼泽平原，植被茂密，水系四通八达。而美国西南部则是半干旱内陆平原，这些环境差异也造就了不同区域霸王龙细微的体态区别。作为地球历史上陆地最强英雄，霸王龙的各方各面都堪称是无解数值怪，仿佛是大自然这位设计师加速了数据一般离谱。目前全球保存最完整的霸王龙标本苏，体长12.3到12.8米，宽高接近4米。而现存体型最大的霸王龙标本是斯科蒂，体长突破了13米，体重推算大约8.87吨。拿普遍成年个体数据来估算呀，成年霸王龙常规体重大约在5.4吨到8吨之间。另外，根据2024年的专项研究，否定了长久以来关于霸王龙两性体型相关的观点。不同霸王龙个体的体型差异主要来自于地区差异以及年龄差距。现在大部分霸王龙标本并不能区分雌雄，所以暂时不能确定霸王龙在体型方面是否存在雌雄二态性。霸王龙的最大头骨长度能到1.52米，单颗牙齿连牙根总长度超过了30厘米，大约跟我这瓶伏特加一样长，实在是非常壮观哈。霸王龙的龙生是漫长且浪漫的，整个生长曲线呈现出了标准的 S 型。小时候的霸王龙是十分可爱哈，2岁幼龙体重才仅30公斤，在14岁之前生长速度是慢吞吞，体重基本不会超过1.8吨。14到18岁属于急速发育期，一年最高能猛长近600公斤。等到18岁以后，生长速度是断崖式下滑，体型慢慢触达成年体型的上限。普通个体正常能活到30岁左右，最长寿的个体能达到50岁左右。霸王龙的整个身躯结构是十分特化哈，仿佛是专门为猎杀量身打造的一把巨型老虎钳。它的头骨看着巨大且厚重，实际重量是很轻，颅骨布满了大面积气腔开孔，大幅度减重的同时，骨骼结构强度却一点没打折。炫酷的 U 型上颌搭配着陆生动物顶尖咬合力，峰值区间在35000到57000牛，一口咬碎下去，几乎没有碳基生物能够全身而退。霸王龙的口鼻部长着完整的肉质嘴唇，平时牙齿都被嘴唇完全包裹住，只有进食、同类打斗的时候才会露出来，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脆弱的牙釉质不被磨损。大家印象中十分可爱的小前肢，其实也并非是毫无作用哈。霸王龙强壮的手臂总长度达到了1米上下，肌肉密度、爆发力拉满呀，单只前肢就能扛起接近200公斤重物，是十分强悍。前肢主要3个实用功能：交配时固定配偶，摔倒之后借力撑起庞大身躯，捕猎时死死按住挣扎的猎物。再看其粗壮修长的后肢，自带专属夹直结构，稳定性是拉满，稳稳撑起了数吨体重。不过成年霸王龙大多数时候并不会高速奔跑，日常移动以慢速巡航、短距离突袭为主，舒适步行速度大概每小时4.6公里。抛开强悍肉身，霸王龙的感官系统放在整个恐龙圈子里都属于顶级配置。双眼朝前排布，双目立体视觉效果拉满呀，最远能分辨6公里以外的物体，堪称是碳基生物的9090显卡。它的嗅球这脑部比例在所有飞鸟恐龙里是最大的，嗅觉堪比现代秃鹫，老远就能闻到野生动物尸体散发的臭味。低频听力同样发达哈，能捕捉大型植食恐龙的脚步声。口鼻、下颌布满了密集神经管道，面部触觉灵敏度极高，既能精细拆解猎物尸体，也能用来同类交流。在食捕方面，霸王龙属于十分务实的美食家，既会主动猎杀活物，也不会放过野外现成的尸体。它的常规狩猎目标以鸭嘴龙、三角龙这类大型植食恐龙为主，偶尔也捕食甲龙、未成年巨型犀角类，散步到海边还会啃食搁浅的海洋爬行动物、鱼类尸体等。除了捕猎捡尸之外，霸王龙还存在一些同类相食行为。化石里明确发现霸王龙啃食同类尸体的痕迹。在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流传过一个谣言哈，据说呀，霸王龙的唾液带有剧毒，这一眼定真呀，很有可能是科莫多巨蜥发的帖。其实霸王龙的唾液应该是没有剧毒成分的哈，它猎杀猎物仅靠恐怖咬合力便已经足够了，完全不需要毒素加持。然而悲剧的是，随着版本的更新，这些古代炫酷老霸王龙们都记了。想让你所知的世界毁灭，是吗？在怀旧版本自然界，霸王龙是当之无愧的陆地最强超神级力量型上中野全能英雄。
生命值双抗，敏捷度完美均衡的同时，武功更是爆表到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出场自带100%的穿甲和100%的暴击，每一口平 A 都是真实伤害，而且附带无尽之刃增幅的暴击伤害。在干个三角龙、甲龙这样物防拉满的究极坦克时，霸王龙能够张开血盆大口，用巨大嘴巴中长满的暴风大剑来施展断崖之剑，打出巨量伤害，最后一个咬碎将对手终结。假如你决定使用霸王龙作为这把的英雄，那么在自然界你几乎没有任何需要担心的。但在当前版本，霸王龙早就不单单是一种史前恐龙，它更是全球公认的顶流史前文化符号，是知名度断层第一的恐龙巨星，是无数智人最美好、最向往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霸王龙大部分场景下的对手，并不是三角龙、剑龙、鸭嘴龙这些它的自然界对手，而是在魔幻平行宇宙中存在的智人魔改战神棘龙、巨型树枝怪苍龙、大脑袋南极仙翁怪龙。这些都是在达成某些条件之后，霸王龙能够奋力一战的对手。然而悲剧的是，霸王龙有时候还会遇到以下这些抽象对手。关于霸王龙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的话，记住点个赞加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